小编，现在马上过来。别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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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右手一个针眼，右后颈一个针眼，左手动脉被切开了。关键你看看这张微笑的脸，和前面4个也是一模一样。死亡时间1个小时左右吧。小陈，哎，死者是独居吗？死者夏金兰是单身，其他情况还在确认中。啊。看来就是通过这部电话报的警。报警的是什么人？还不清楚。受害人死亡时间是11点50分，死亡过程15分钟左右，再加上5到10分钟的作案准备时间，倒推回去，也就是说11点25到11点30分左右，凶手进入受害人的家中。小兵接到报警电话的时间是11点25，从这个电话到受害人的家中，也就1、2分钟的时间。但问题是，如果电话是凶手打的，他为什么要报警？我觉得这是挑衅。老板，你还记得之前打电话的那个人长什么样，或者有什么特征吗？哎，陈队，这个老板呢，估计是第一次碰见这样的事儿，太紧张了，话都不会说了。但是基本的情况我都已经掌握了。这个电话亭的老板说，打电话的这个人戴着口罩和帽子，面相看不清，身高在1.8米左右，穿着深色连身制服，背着一个黑色的包。陈队，我们在这个通告上发现一枚指纹，在电话听筒上发现了同样的指纹，通过鉴定可以确定2个指纹是同一个人。刚刚电话亭的老板提到过，说犯罪嫌疑人的右手上布满了陈旧的伤痕，应该是烧烫伤愈合后形成的。能不能做进一步的处理？我尽量，2个指纹只能进行排除，无法用来确定嫌疑人。至少我们现在知道，犯罪嫌疑人的右手有明显的伤疤，总比一点线索没有要好。凶手乘坐公交车离开现场之后，将这个帆布包遗弃到车上。医院和药厂我们都查了个遍，并没有发现鸡枞类药物失窃的情况。闹钟也查了，厂家说10年前就停产了，现在市面上根本就买不到。手套上的血我们进行了比对，确定是李兰和受害人夏金兰的，没有发现第3个人的。电话和通告上的指纹，我在库里也比对过了，没有匹配到结果。在发现的这个帆布包上提取了多个血样，和5个受害人的血样全都匹配上了。不是5个，16个，还有2个。
墨，别害怕，叔叔不会伤害你的，也没有人会再伤害你了。叔叔是警察。我看见你进去了，是你放走了坏人。你是拿着枪进去的，为什么不开枪打死坏人？为什么？我进去以后，客厅里没有人。然后我推门进卧室的时候，我就突然眼前一黑，然后我就意识到自己中刀了。你不是带了枪吗？站住！站住！这些都发生的太快了。我根本来不及反应。多少情况？现场发现2种脚印，一种是受害人的43码马丁靴，还有一种是39码的运动鞋。围绕尸体形成了明显的成趟足迹，初步推断是嫌疑人的。具体是什么牌子的鞋，还要采样回去后做对比后才知道。39的？怎么了？有什么不对吗？还有其他足迹吗？没了，就这2种。小刘。受害人叫马玉，42岁，本地人，仪表厂职工。我们呢也跟他老婆取得了联系。哎，你谁啊？据他老婆说，他每周日都会来这里爬山，一般都是上午8点左右从家开车出发，9点左右停到这边的停车场，一爬就是一天，中午饭都是山顶吃。高压电击报，嫌疑人是从背后袭击了受害人，把他弄晕以后，再用绳索把他双手捆住了。勒住脖颈，从背后把他勒死。死亡原因：机械性窒息。这些草怎么回事？嫌疑人可能逼他生前吃了地上的草，也可能死后塞进去的。死亡时间应该是14个小时之前，也就是昨天晚上6点到7点之间。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？没有了。你刚跟叔叔说，你爸爸爬山的时候带了个什么东西？他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包。哦，对不起，我给忘了，那个是我从网上给他买的。哦，你看，我手机里面有那个订单，不值钱。包里装是什么？我真的不知道。他也从来不让我碰那个包。冷队，你说他用这么大一包，他装什么的？今天你那个新人看着很眼熟啊。夏金兰抚养的小孩，还作案那个？还是我亲自给他做的尸检。高队知道吗？知道。过来看看吧。胃里没有泥土。
任何实道理。等我回来。那说明还没咽下去呢，就给累死了。中间间隔时间很短，不到5分钟。凶手应该是用电击棒威胁他，在地上吃的草，边吃边勒死的。当年要不是我跟他赌气，躲在他们家阁楼上面，他也不会给我留门。也许他就还活着。当年，你明明已经拿着枪对着歹徒了，为什么不开枪啊？第一次出外勤，没想到情况那么严重，没准备好。害怕了呗？如果当年你开了那一枪，他也许还活着，你知道吗？他走的时候痛苦吗？你要是想查海专，帮你。